腊月23小年，靠山屯被鹅毛大雪埋成孤岛，张野的家正被一群亲人拆得粉碎。哐当，院门被二叔张彪一脚踹塌，积雪混着木渣砸在张野背上，他却死死护着灶台前的土坯墙，这是爹留的最后一点念想。张野穿着打3层补丁的单衣，冻疮爬满脸颊和手背，锅里的玉米糊糊稀得能数清米粒。而张彪带着三叔张狠和4个同乡，裹着羽绒服，蹬着亮面雪地靴，踩得泥地咯吱响，眼神里的鄙夷能冻死人。张野，你爹死3年3万块医药费1分没还，今天要么扒房抵债，要么我限你一条胳膊。张彪一把薅住他的衣领，像拎小鸡似的把人灌在石头灶台上，咔嚓一声轻响，张野后腰传来刺骨剧痛，嘴角瞬间溢出血丝。这不是张野第一次被逼迫，为了还债，他在工地搬砖扛钢筋，肩膀磨得血肉模糊，结痂又裂开，进山砍柴摔下陡坡，断了2根肋骨，躺了半个月。去南方电子厂打工，工头卷走工钱跑路，他徒步百里讨薪，只换来一顿毒打。3年熬得瘦骨嶙峋，满身伤病，却连利息都凑不齐。而张彪等人不过是想吞了这栋土坯房底下的宅基地。二叔再宽限1个月，我去城里工地上拼命，一定凑够钱。张野咬着牙爬起来，刚直起腰就被张狠一记重耳光扇得原地打转，耳朵里嗡嗡作响，脸颊瞬间肿成馒头。拼命？你这种窝囊废死在工地上都不值3万块。张彪抓起张野唯一的粗瓷碗，狠狠砸在地上，瓷渣飞溅，划破了张野的脚踝嗖，把这破家翻个底朝天。就算是烂木头旧瓦片，也得抵点利息。同乡们一拥而上，冲进里屋，碗碟碎裂声、柜子拖拽声、杂物撕扯声此起彼伏。张野想拦，却被张狠按在地上，膝盖顶着他的后背，疼得他几乎窒息。他眼睁睁看着爹的老照片被踩在脚下，破旧的被褥被扯烂，心里的委屈和愤怒像火山般积蓄，濒临爆发。很快，几人拎着一个吊底的木箱出来，嘲讽地扔在张野面前。木箱散开泛黄的纸片，褪色的布料掉了一地，唯有一个深蓝色粗布包被死死攥在张彪手里。这是什么宝贝？藏得这么深？张彪不耐烦地拆开布包，里面竟是一部锈迹斑斑、屏幕裂成蛛网的老旧按键手机。哈哈哈！张野，你就靠这破烂翻身？张彪拿着手机在他眼前晃悠，语气极尽羞辱。我家狗都不用这么破的玩意儿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以为打通电话就能有人来救你？张狠伸手拍打着张野的脑袋，力道大的能震碎头骨，像戏耍蝼蚁般。就算打通了，也顶多是个跟你一样的穷鬼。今天这房子老子拆定了，你敢拦我，就把你埋在雪地里冻死。张野的目光死死锁在那部手机上，浑身的血液骤然沸腾。他想起爹临终前奄奄一息的模样，枯瘦的手紧紧攥着他的手腕，断断续续地说：小野，这手机里有个号码，不到生死关头绝不能打，他是咱们张家的根。3年来，他把这手机当命一样珍藏，裹在粗布里，藏在木箱最底层，哪怕自己饿肚子，也从不敢让手机受潮受损。可现在这群人要毁了他的家，要断了他的命，这就是爹说的生死关头。把手机还给我！张野猛地爆发，浑身爆发出惊人的力气，一把挣脱张狠的束缚，像头被激怒的孤狼扑过去，死死攥住手机。他的动作又快又狠，张彪猝不及防，手机竟被他夺了过去。反了你了！张彪恼羞成怒，挥拳就朝张野脸上砸去。张野侧身躲开拳头，砸在土坯墙上，震得墙皮簌簌掉落。他不顾众人的怒骂和嘲讽，小心翼翼擦去手机屏幕上的灰尘和血迹，颤抖着按下开机键。死寂的堂屋里，微弱却清晰的光芒缓缓亮起，屏幕上只有一个联系人，备注赫然是赵博。哟，还真能开机！张彪嗤笑一声，抱着胳膊看戏。怎么想给你死爹打电话告状？可惜啊，他早就烂在土里了，听不见喽。同乡们也跟着哄笑，有人甚至拿起木棍，准备等张野打完电话就直接动手扒房。张野深吸一口气，指尖微微颤抖，按下了拨号键。嘟嘟，沉闷的忙音像重锤，一下下敲在张野的心上，也敲在众人嘲讽的节奏里。张彪笑得前仰后合，我就说吧，根本没人接，这废物就是在自欺欺人。可下一秒，听筒里传来一道沉稳而恭敬的声音，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和惶恐，穿透力极强，响彻整个堂屋。请问是小少爷吗？小少爷！堂屋里的笑声瞬间凝固，像被按下了暂停键。张彪和张狠的笑容僵在脸上，嘴角还保持着上扬的弧度，眼神里却满是震惊和难以置信，仿佛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，连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意。同乡们手里的木棍哐当掉在地上，纷纷下意识地后退一步，难以置信地盯着张野，这个连3万块都还不起，被他们肆意羞辱的废物，竟然被人叫小少爷。张野也愣了愣，随即迅速定了定神，压下心底翻涌的情绪，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。我是张野，你是赵博。是我，小少爷，我是赵天雄。电话那头的声音愈发恭敬，甚至带着一丝哽咽。老爷临终前千叮万嘱，让我寸步不离，等您的电话。整整3年，我终于等到您了。小少爷，您是不是遇到麻烦了？您在哪？我立刻带人大张旗鼓过去，就算踏平整个靠山屯，也绝不让您受半分委屈。赵天雄。张野心里一震，他想起爹生前偶尔提起的名字，似乎是某个大公司的负责人。他强压下情绪，抬头看向脸色惨白、浑身发抖的张彪等人。
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：“赵伯，我在靠山屯。另外，我爹生前和你谈的那个千亿生态产业园项目，现在可以签合同了。”千亿生态产业园项目，这句话像一颗核弹在堂屋里轰然炸开，瞬间击溃了所有人的心理防线。张彪和张狠双腿一软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脸色惨白如纸，嘴唇哆嗦着，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千亿，他们一辈子见过的钱加起来都不到这个数的1/1000。靠着种地和打零工谋生的他们，连千亿的概念都无法想象。而这个被他们骂作废物、肆意殴打的穷小子，竟然在跟人谈千亿级别的项目。是什么千亿项目？张彪下意识的喃喃自语，眼神涣散，显然还没从巨大的冲击中回过神来。他想不通，那个一辈子老实巴交、靠着种地过日子的张野他爹，怎么可能和千亿项目扯上关系？电话那头的赵天雄瞬间激动起来，语气里满是急切。好的，小少爷，千亿产业园项目的合同，我早就按照老爷的吩咐拟定好，锁在银行保险柜里，就等您点头。您在原地别动，我立刻安排车队，带律师团队、项目核心负责人、安保队伍过去，最多2个小时就到。另外，您说的麻烦是不是有人敢欺负您？我让安保队带家伙到了，就替您收拾他们。不用带家伙，我要让他们亲眼看着自己错过了什么，又做错了什么。张野的声音冰冷，目光扫过跪在地上的张彪等人，像在看一群蝼蚁。另外，赵博带3万块现金过来，我要还给好亲戚们3万块。在千亿项目面前，这简直就是9牛1毛。赵天雄立刻应道：“好的，小少爷，我让财务准备10万现金，顺便带些营养品过去。您稍等，车队马上出发，绝不让您久等。”挂了电话，张野小心翼翼地把手机揣进怀里，抬头看向眼前这群惊慌失措的人，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嘲讽。堂屋里死一般的寂静，只剩下外面寒风呼啸的声音，还有张彪等人急促而沉重的呼吸声。张狠最先反应过来，连滚带爬地冲到张野面前，砰砰磕头，额头很快磕出鲜血，声音颤抖着求饶：“小少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打您，不该骂您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这一次吧。”张彪也缓过神来，脸上血色尽失，连忙爬起来想上前，却被张野一个冰冷的眼神制止，吓得瞬间僵在原地，不敢再动分毫。他看着张野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、后悔和难以置信，肠子都快悔青了。曾经的他以为张野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，肆意羞辱逼迫，想吞了张家的宅基地。可现在他才知道，自己招惹的是一个连他仰望都不配的存在，千亿项目的继承人，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他和他的家人万劫不复。小少爷，我也错了。张彪的声音颤抖着，膝盖一软，也跪倒在地。那3万块钱我不要了，我再也不敢逼您还债了，这房子我也绝不碰了，求您饶了我吧。其他4个同乡也吓得魂飞魄散，纷纷跪倒在地，不停地磕头求饶，嘴里说着各种讨好的话，把刚才的嚣张忘得一干二净。小少爷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不该帮凶，求您饶了我们吧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您让我们做什么都可以。张野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，眼神里没有一丝同情。他缓缓走到被踩在地上的爹的照片前，弯腰小心翼翼地捡起来，用袖口轻轻擦去上面的灰尘和脚印，动作温柔而虔诚。你们刚才踩了我爹的照片，砸了我的家，打了我，骂我是废物，想扒了我爹留的房子。张野的声音平静，却带着一股刺骨的寒意。现在知道错了就想算了？张彪浑身一颤，连忙说道：“不是的，小少爷，我们愿意赔偿。您说多少钱我们都赔，就算砸锅卖铁我们也赔。”赔偿？张野冷笑一声，眼神里满是不屑。你们能赔偿我什么？我爹因为没钱治病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，痛苦的走了，这笔账你们怎么赔？我这3年受的苦，挨的打，受的羞辱，你们怎么赔？几句话问得张彪等人哑口无言，只能一个劲的磕头求饶，额头磕得血肉模糊，也不敢有丝毫停顿。张野不再看他们走到门口，推开破旧的房门，外面的雪还在下，但阳光已经穿透云层，照在雪地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。他抬头望向远方，眼神坚定而锐利，仿佛能穿透风雪看到即将到来的车队。他知道从拨通电话的那一刻起，他的人生就彻底反转了。靠山屯这个小地方再也困不住他，这些曾经欺负过他的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最惨痛的代价。大约1个小时后，远处传来了密集的汽车引擎声，不是1辆2辆，而是一排车队，声音越来越近，震得地面都微微颤抖。张彪等人听到声音，吓得浑身发抖，缩在角落里，连头都不敢抬。张野整理了一下身上的破衣服，虽然依旧破旧，沾满了灰尘和血迹，但他的气场却完全不同了，身姿挺拔，眼神沉稳，像一位真正的豪门少爷，从容的迈步走出房门。门口的雪地里，一排黑色的奔驰迈巴赫整齐排列，足足有15辆车身锃亮在白雪的映衬下，显得格外霸气。为首的一辆迈巴赫车门打开，一个穿着量身定制西装、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的老者快步走下来，身后跟着几十人西装革履的律师，拿着文件的项目负责人，身材魁梧的黑衣安保，还有提着现金箱的助理，气场强大到让人窒息。老者正是赵天雄王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也是张野父亲生前最得力的助手。当年张野的父亲张振邦是商界赫赫有名的传奇人物，一手创办王氏集团，却因家族内斗厌倦了商场的尔虞我诈，才带着年幼的张野隐居在靠山屯，对外伪装成普通农民，
临终前，他把王氏集团的大权交给赵天雄，让他等张野长大，等他拨通那个电话，再辅佐他接管集团，启动千亿产业园项目。赵天雄看到张野，眼睛瞬间湿润，快步走上前，对着张野深深鞠了一躬，语气恭敬到了极点：“小少爷，让您受委屈了，我来晚了。”身后的几十人也纷纷躬身齐声喊道：“小少爷！”声音洪亮，震得周围的积雪簌簌掉落。张野看着眼前的场景，心里百感交集，有激动，有委屈，也有释然。他点了点头，轻声说道：“赵伯辛苦你了，不辛苦能为小少爷办事是我的荣幸。”赵天雄直起身，目光扫过张野身上的伤痕和破旧的衣服，眼神瞬间变得冰冷，对着身边的安保队长说道：“去把里面那些欺负小少爷的人给我带出来，我要让他们知道欺负我们张家的人是什么下场。”是，赵董。2名黑衣安保立刻应声，快步冲进堂屋，像拎死狗一样，把张彪、张狠和4个同乡拖了出来，扔在雪地里。冰冷的积雪贴在身上，张彪等人却不敢动弹，只能趴在地上，浑身发抖，对着张野不停地磕头：“小少爷，求您饶了我们吧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”赵天雄眼神冰冷地看着他们，语气里满是杀意：“你们可知小少爷是我们王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？可知你们欺负的是千亿项目的总负责人？就凭你们刚才的所作所为，足够判你们几年刑，让你们在监狱里度过余生。”张彪等人吓得魂不附体，磕头磕得更凶了，嘴里不停喊着饶命。张野摆了摆手说道：“赵伯，别急着送他们去监狱，我要让他们亲眼看着我是怎么把这里变成千亿产业园的，让他们一辈子活在后悔里。”赵天雄立刻应道：“好的，小少爷，都听您的。”随即转头对助理说道：“把现金拿过来，还给这些好亲戚。”助理提着一个黑色的现金箱走过来，打开箱子，一沓沓崭新的现金整齐码放，散发着诱人的气息。“这里是10万块，小少爷说先还你们3万。剩下的7万就当是你们砸了小少爷家的赔偿。”张彪看着眼前的现金，却不敢伸手去拿，眼神里满是恐惧和羞愧。他知道这钱不是补偿，是羞辱，是让他一辈子都抬不起头的羞辱。拿着张野的声音冰冷：“我1分不少的还你们，但你们欠我的、欠我爹的，不是钱能还清的。”张彪颤抖着伸出手，接过现金箱，抱在怀里，像抱着一颗定时炸弹。张野继续说道：“张彪、张狠，你们刚才想扒我的房子，那我就罚你们把我家原样修好，再把村里的路修一遍，费用自理。另外，你们不是喜欢欺负人吗？就罚你们在村里义务劳动3年，每天帮村里的老人干活，赚的钱全部捐给村里的小学。至于你们4个，张野的目光扫过那4个同乡，罚你们义务劳动1年，同样捐出所有收入。如果敢偷懒、敢逃跑，赵伯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”几人连忙磕头答应：“是，小少爷，我们愿意，我们一定照做。只要能保住命，别说义务劳动3年，就算是10年，他们也愿意。”这时，村里的人听到动静，纷纷围了过来，里3层外3层，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。当他们看到一排迈巴赫车队，看到赵天雄等人对张野毕恭毕敬的模样，又听到千亿产业园项目的消息时，全都惊得目瞪口呆，议论纷纷。我的天，张野竟然是豪门少爷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！难怪赵董对他这么恭敬，原来是王氏集团的继承人。张彪和张狠这2个人平时就知道欺负张野，现在踢到铁板了，真是活该。那些曾经轻视过张野、嘲笑过他穷酸的村民，现在都后悔的不行，纷纷想起上前和张野套近乎，却被黑衣安保拦了下来，根本靠近不了半步。张野没有理会这些人，转身对赵天雄说道：“赵伯，带我去我爹的坟前看看。另外，千亿产业园项目的合同，我们找个地方签了吧。”“好的，小少爷。”赵天雄立刻应道：“我已经安排人找了最好的风水先生，给老爷选了一块上等的墓地，等签完合同，我们就帮老爷迁坟，让老爷安息。”张野点了点头，迈步走向迈巴赫。路过张彪等人身边时，他停下脚步，淡淡说道：“记住，人不可貌相，别以为欺负老实人就没人管出来混，迟早要还的。”张彪等人浑身一颤，连忙磕头：“是，我们记住了。”张野不再看他们，弯腰钻进迈巴赫，车门关上，车队缓缓启动，朝着村里的村委会驶去。那里已经被赵天雄的人布置成了临时签约场地，律师团队和项目负责人早已做好准备。坐在豪华的迈巴赫车厢里，张野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雪景，眼神锐利。他知道签完这份合同，他就正式接管王氏集团，开启千亿项目的布局。但这仅仅是开始，家族内斗的隐患，商场上的尔虞我诈，还有那些曾经伤害过他和他爹的人，他都会一一清算。而张彪等人只能在雪地里跪着，看着车队远去，承受着村民们的指指点点和嘲笑。在无尽的悔恨中，开始他们漫长的赎罪之路。村委会里临时搭建的签约台上，千亿产业园项目的合同整齐摆放。赵天雄恭敬地递上笔，张野拿起笔，在合同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。张野落笔的瞬间，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。律师团队立刻上前确认合同生效。项目负责人拿出平板，向张野汇报项目的具体推进计划。赵天雄则站在一旁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小少爷，合同已经生效，千亿产业园项目正式启动。赵天雄说道。另外，我已经让人把老爷的遗物全部整理好了，还有王氏集团的股权证明、资产报表，都在车里，等您看完我们就回市区的别墅。
别墅不急，张野说道：“先帮我爹迁坟，再帮村里改善一下基础设施。当年村里有几户人家帮过我和我爹，你让人统计一下，给他们每家都送一笔钱，再帮他们盖新房。好的，小少爷，我马上安排。”赵天雄应道，心里更加敬佩张野身居高位，却不忘本心，这才是张家继承人该有的模样。很快，迁坟的队伍就来了，场面隆重而肃穆。王氏集团的高管、当地的政府官员、商界名流纷纷前来送行，给张野的父亲张振邦鞠躬致意。张野穿着赵天雄临时给他准备的高定西装，身姿挺拔，站在父亲的坟前，神情肃穆。爹，您放心，我现在有能力了，再也不会被人欺负了。张野轻声说道：“您没完成的事业，我会继续下去；您受的委屈，我会一一讨回来。王氏集团，我会发扬光大；千亿产业园，我会建成您心中的模样。”雪还在下，但阳光越来越暖，照在张野的身上，也照在父亲的新坟上。这一刻，张野彻底告别了过去那个卑微懦弱的自己，迎来了属于他的新生。迁坟结束后，张野没有立刻回市区，而是在村里待了几天，看着村里的路开始修建，看着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家盖起了新房，看着张彪等人穿着破旧的衣服，在村里任劳任怨的干活，被村民们肆意调侃，他的心里没有一丝波澜，这都是他们应得的。几天后，张野乘坐迈巴赫前往市区的王氏集团总部。坐在车里，他打开赵天雄给他的资产报表，上面的数字让他震惊。王氏集团总资产超过5000亿，涉及地产、科技、新能源等多个领域。而那个千亿产业园项目一旦建成，将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，创造无数就业岗位。就在这时，赵天雄的手机响了，他接起电话，脸色瞬间变得凝重。挂了电话后，他对着张野说道：“小少爷，不好了，集团内部的几个元老听说您回来了，想趁机夺权。他们联合了外部的竞争对手，准备在明天的董事会上发难，阻止千亿产业园项目的推进。”张野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眼神锐利如刀。夺权，阻止项目，他们也不看看现在是谁说了算？明天的董事会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有多大的胆子。赵天雄连忙说道：“小少爷您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手里掌握着那些元老挪用公款、勾结外敌的证据，只要他们敢发难，我就立刻把证据公之于众，让他们身败名裂。不用。”张野摇了摇头：“我要亲自会会他们，让他们知道王氏集团是张家的产业，任何人都别想染指。千亿产业园项目必须推进，谁也拦不住。”迈巴赫缓缓驶入市区，穿过繁华的街道，停在王氏集团总部大楼前。这座高达100层的摩天大楼是整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，也是张野即将掌控的商业帝国。张野推开车门，抬头望向眼前的大楼，眼神坚定。他知道接下来他要面对的是更激烈的商业斗争，是更强大的对手，但他无所畏惧，因为他不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穷小子。他是张野，是王氏集团的继承人，是千亿项目的总负责人。第二天上午，王氏集团董事会如期召开。会议室里气氛凝重，6位元老端坐两侧，脸色阴沉为首的李元老更是双手抱胸，眼神里满是不屑。在他们看来，张野不过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小子，根本不配执掌王氏集团。张野穿着高定西装，从容地坐在主位上，赵天雄站在他身侧，看着眼前这群满脸傲慢的元老。张野开门见山：“今天召集各位，是想通报千亿生态产业园项目的推进计划，相关文件已经放在各位面前。”李元老拿起文件扫了一眼，便狠狠摔在桌上，冷笑一声：“张野，你毛都没长齐，懂什么商业运作？这个千亿项目风险极大，一旦亏损，王氏集团将万劫不复。我提议暂停项目推进，由我们元老会接管集团事务，等你历练够了再说。”其他几位元老纷纷附和，有的指责张野资历太浅，有的质疑项目可行性，甚至有人当场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罢免提案，逼着张野签字。罢免我？张野轻笑一声，拿起桌上的股权证明，推到众人面前：“各位不妨看看，我手里握着王氏集团60%的绝对控股权，而你们几位加起来也不过25%，就凭你们也配提罢免？”众人脸色骤变，李元老更是难以置信的拿起股权证明核对。当看到张野持股60%的字样时，浑身一震。他们一直以为张野只继承了少量股份，却没想到竟是绝对控股。就算你有控股权，项目不合理也不能推进。李元老强装镇定：“我们已经联合了鼎盛集团，只要他们注资，就能稳住集团现金流。你若执意推进产业园项目，我们就联合鼎盛集团撤资。”话音刚落，会议室的门被推开，鼎盛集团董事长带着团队走了进来，却没有走向元老们，反而径直走到张野面前，恭敬地伸出手：“张少，久仰大名，我司愿意全额配合千亿产业园项目，不仅不撤资，还愿意追加200亿投资，恳请能参与项目合作。”元老们彻底傻眼了，李元老更是惊得站起身，颤声问道：“王董，你不是和我们约定好的吗？”王董冷笑一声，瞥了李元老一眼：“和你们约定？你们也不看看张少是谁？张伯父当年对我有知遇之恩，如今张少掌权，我自然全力支持。至于你们和我司的那些私下交易，我已经让律师整理好证据，很快就会交给司法机关。”原来昨晚张野就联系了鼎盛集团王董，不仅提及父亲的知遇之恩，还拿出了李元老等人勾结鼎盛集团，意图低价吞并王氏集团资产的初步证据。
王董本就对李元老等人的小动作不满，当即决定反水站到张野这边。李元老面如死灰，双腿一软，差点瘫坐在椅子上。其他几位元老也惊慌失措，纷纷想要辩解，却被张野冰冷的眼神打断。各位元老，你们挪用公款填补私人亏空，勾结外敌，意图夺权的证据，我这里应有尽有。要么主动辞职，交出手里的股份，我可以饶你们一次；要么等着被起诉，身败名裂，锒铛入狱。说着，赵天雄将一叠厚厚的证据放在桌上，每一份都标注着具体的时间、金额和证人，铁证如山，容不得半点狡辩。李元老看着证据，知道自己大势已去，狠狠捶了一下桌子，不甘地说道：“我认栽。”其他几位元老也纷纷妥协，签字辞职，交出了手里的股份。短短1个小时，这场夺权风波就被张野彻底平息，解决了集团内部的隐患。张野立刻全身心投入到千亿产业园项目的推进中，他亲自带队考察选址，对接政府部门，优化项目方案。凭借着精准的判断和果断的决策，项目进展神速，短短半年就完成了前期奠基工作。期间，张野还抽空回了一趟靠山屯。此时的靠山屯早已不是当初的穷山村，产业园的配套公路已经修通，村里盖起了新的学校和养老院。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家都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，而张彪和张狠正穿着破旧的工作服，在公路旁修路，手上磨起了厚厚的茧子，脸上满是疲惫。看到张野乘坐直升机降临，两人连忙放下手里的活，低着头不敢说话，眼神里满是羞愧和恐惧。张野没有过多理会他们，只是叮嘱村干部严格监督两人的义务劳动，若是敢偷懒耍滑，立刻联系赵天雄处理。随后他去了父亲的新坟前，献上一束花，轻声说道：“爹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您可以放心了。”又过了2年，千亿生态产业园正式建成投产。产业园涵盖了新能源、生态农业、文旅康养等多个领域，不仅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，创造了数十万就业岗位，还成为了全国生态产业的标杆项目。王氏集团也凭借着这个项目，市值翻倍，跻身全国顶尖企业行列。张野作为王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也成为了商界炙手可热的传奇人物。曾经欺辱过他的人，要么在监狱里忏悔，要么在底层苦苦挣扎，而那些帮助过他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回报。在一次全国商业峰会上，张野作为特邀嘉宾发言，谈及自己的经历，他平静地说道：“我曾经是个被亲戚逼到绝路的穷小子，也尝过世间最底层的苦难，但我始终相信绝境中总有希望，只要不放弃，终能逆风翻盘。同时也想提醒各位，永远不要轻视任何一个人，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。”发言结束，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台下的赵天雄看着台上从容自信的张野，眼中满是欣慰，他没有辜负张振邦的嘱托。张野已经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继承人，一个能撑起整个商业帝国的强者。夜色渐浓，张野站在王氏集团总部的顶楼露台上，俯瞰着脚下的繁华都市。晚风拂过，他想起了靠山屯的那个雪天，想起了父亲临终前的嘱托，想起了那些欺辱和苦难，那些曾经的伤痛都成了他成长的勋章。如今的他手握商业帝国，肩扛责任与使命，正朝着更远的方向前行。他的逆袭之路不仅是一个人的传奇，更诠释了莫欺少年穷的真正含义。而属于张野的精彩才刚刚开始。